沈凌霄和我相敬如宾50载，却在临终前我们刀兵相见。他要把我的孙女许配给白月光那个禽兽不如的养子。蜜儿为我一辈子不曾嫁人，沈玉乃是左相，有何不可？江锦瑟，你非要如此决绝吗？我垂眸苦笑，因岑蜜一生未嫁，他便许了她一生荣华，就连我后代的婚姻也可以舍弃不顾。匕首穿透他的胸膛，我红着眼眶决绝道：沈凌霄，如若我知晓因我嫁你会害我的子孙终身不得好报，我宁愿此生不遇见你。再睁眼，我回到沈凌霄要接岑蜜回府的这一天。蜜儿孤苦无依，我打断他要说的话，我笑着将手中刚寻来的雪狐雕递给他。既是夫君的恩人，自然要好生照料。在他错愕间，我转身离开。这次我成全他前世的满腔深情，只求与他不见不念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成婚第3载，寒风冷冽，我坐在房间内看着烧红的炭火发呆。房门被推开，沈凌霄走了进来。他面色平静，身上沾染了雪花，仅一瞬便被屋内的热气融化，落成了一滩水渍。怎么还没睡？我摇了摇头，转身站起身走向他。在等你。他微微一顿，盯了我许久之后道：锦瑟，蜜儿她回来了。你我成婚后，她怕惹人闲话便离开，可她一个女子又孤苦无依。我抬眸盯着面前这个如画中走出来的男子。前世的这天，他也如今日般来寻我，说了同样的话。可那时我以不合礼数为由拒绝了他接岑蜜入府。他没有再强求，而是为他买下一处别院，寻了数名婢女来伺候他。而他并没有如其他男子般与岑蜜有过任何肌肤之亲，也并未说过一次要纳她为妾。正因如此，我并没有阻拦他偶尔给岑蜜送上一些好东西。毕竟他的命的确是岑蜜舍命救下来的，这份恩情我自然也记得。可后来岑蜜因他始终未嫁人，为了有个念想，他领养了一个女孩。可那个女孩被秦国太子看中，点名要嫁入齐国。那晚他哭着求沈凌霄帮他，说他只有这个孩子陪着。不得已，沈凌霄当晚去寻秦国太子，将我们的女儿念安亲手送去秦国和亲。纵然念安没有性命之忧，可他却失去了一生的自由。那日我怪他，恨他。后来的几十年，念安与我传信说他很好，可纵然如此，我心中依旧对他有怨。直到我的孙女婉仪及笄，他再一次擅作主张，要把婉仪许配给岑蜜的养子。那天我们刀兵相见，所有的怨恨在这一刻爆发。我恨他夺了我后代一生的自由，他恨我不够通情达理，恨我嫁给他才导致不能与岑蜜相守。我垂下眼眸，轻轻扯了扯嘴角，走到一旁，将早已准备好的白狐大氅递给他。既是夫君恩人，那自然是接回来好生照料才是。他接过大氅的手一顿，眸中带着一丝错愕。你答应让他进来？我点了点头，不仅答应他进来，还答应他嫁进来。前世我们虽然相敬如宾，可我总会感觉到他只是在尽夫君的责任而已，并非是爱。如今既已重来一世，这场孽缘也该到此为止。他娶他的心上人，与他长相厮守，而我早知兰因絮果，自然不该情深意长。这一次就给彼此重新选择的机会，成全他，亦成全自己。岑蜜进府13天后，沈凌霄为他安排在封院，又为他寻了几名贴身婢女伺候在侧。当天我坐在房中抚摸着小腹，此时腹中已有2个月的身孕，是我那命苦的念安。念身心自安，岁月竟无言，却未想过思念与铭记用在了和亲的路上。门被敲响，我放下手示意门外人进来，听到我的话，岑蜜走了进来。他身上搭着那日我给沈凌霄的白狐大氅，睁着楚楚可怜的眸子望着我，向我行了一个礼。多谢夫人抬爱，蜜儿才得以守得镇南侯府庇佑。我抬眸凝视着他，前世我心高气傲，从未正眼看过他。如今瞧着白皙的脸庞略显苍白，似蒙着一层雾，唇色略微暗淡，却添了几分楚楚可怜的病弱之美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的血色吹散。虽不是一鸣惊人的姿色，但也的确是一个柔弱美人。我淡淡的收回视线，漫不经心地倒了一盏热茶推到他面前。
他微微诧异，似是不解地盯着我。我开门见山，我与夫君虽是自小定下的婚约，但我那时并不清楚他心有他人。若我知道，这婚事定不会发生。我知蜜儿姑娘心仪他，也为他险些丧命，他将你接进府是应该的，只是这没名没分，着实不太合适了些。他杏眸一闪，凝视着面前的茶盏，轻咳一声：“夫人何意？”我牵了牵嘴角，小酌一口茶，望着窗外的风雪道：“我的位置让给你，但你需要帮我一个忙。”他眼神微动，恐慌地跪在我面前，说着不敢。我笑而不语，若是旁人瞧她如今的样子，定会觉得是个楚楚可怜的柔弱女子。可我知道她并非如表面上单纯。前世她一生未嫁，表面上是专情沈凌霄，实则不过是贪图侯府夫人之位。可后来她年纪越来越大，沈凌霄并未娶她，也没有人愿意娶她这么大年纪的她，所以才孤苦了一辈子罢了。至于念安和婉仪的婚事，若不是她多次挑拨，沈凌霄不会如此决绝地舍弃他们。可那又如何？舍弃就是舍弃了，哪怕理由再多，也不可原谅。别装，我不是沈凌霄，不吃你这套。位置可以给你，但能不能把握住机会，也看你自己才是。他眸光微闪，站了起来。你想要我怎样做？那天过后，我以身体不适为由，拒绝了沈凌霄留宿。一来二去几次，他脸色有些难看。你在闹什么？我坐在梳妆台前，透过铜镜看着他，没什么，是真的不舒服。虽不愿再与他有什么瓜葛，但也并未骗他。最近孕期反应着实有些大，脸色难免是真的不好。见我脸色不好，他收敛了脸上怒气，声音柔和：“你脸色这般不好，可有寻过府医？”话落，他便要为我寻府医，被我拦住：“不用麻烦，已经看过了，就是些小毛病而已。”我并没有同他说起我有身孕这件事，没有必要，总归是要离开的。况且这一世念安只是我一个人的孩子，我并不会再让他步入前世的路，终身不得自由。见我如此，他一时无言，只是那双手要搭上我的时候，被我下意识躲闪开。瑟瑟他叹了口气，轻轻唤着我的名字。他为救我患下隐疾，我这般做不过是报答救命之恩而已，对他我并没有其他心思。听着这句话，我苦涩一笑。所以前世他靠着这份恩情，给了岑蜜一辈子的富贵，甚至为了这恩情，将亲生子女接近抛弃，甚至在临终前还要因他一句话，便要剥夺婉仪的幸福。我点了点头，转身走到了床榻边。我知道了，我有些累，你走吧，莫要把病气过给你。他眼里的光暗了一瞬，盯着我许久。既如此，那你先歇息吧。转而头也不回地推门离开。见他离开后，我躺在榻上，久久未能入睡。今日我亲手为岑蜜调制了一味迷情药，无色无味。可这药只对动情者有用，若是沈凌霄对他毫无一点情意，纵然他服用再多，也无济于事。可若是他动情，哪怕一点，也让他意乱情迷。沈凌霄总在与我说他对岑蜜绝无半点情意，可情动是骗不了人的。直到第二日，岑蜜的房间响起惊呼声，婢女慌乱跑了进来，说了房间发生的事情。我手中的发簪掉落在地，苦涩地摸了摸小腹。这一次真的彻彻底底死心了。岑蜜衣衫不整地跪在地上向我磕头，眼中隐隐约约泛着湿润。夫人，都是我不好，你不要怪侯爷，要杀要剐蜜儿都接受，只希望夫人莫要因我与侯爷生了嫌隙。我未理会，瞥向一旁脸色阴沉的沈凌霄，他眉头紧锁，抬眸看了看我，瑟瑟，是我的错，与蜜儿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会将她送出府，不会碍你眼。至于今日的事儿，你想要如何，我都能接受，只愿你看在他曾救我的份上，饶他一命。我笑了笑，走到他面前，声音带着坚定：侯爷当真舍得将他送走？如今不怕他孤苦无依，无人照料了？他一顿，垂下眼眸未语。我笑了笑，没有再说话，伸手将手上的玉镯摘了下来，戴在了瑟瑟发抖的岑蜜手上。你救侯爷一命，又与侯爷有了肌肤之亲，我并非不是那通情达理之人，你留下吧。满屋子人皆为诧异，他们看着我送出去的玉镯，那是曾经沈凌霄向我提亲时亲手为我寻来的。
为了这枚玉镯，他亲自爬上九台山，一步一叩首为我开光。如今我将它送给了其他的女人。沈凌霄见状一愣，脸色瞬间有些不悦。江锦瑟，你知道它的意义吗？我当然知道，虔诚求拜只为护我一生平安喜乐，可那又如何？前世我也带着，但依旧没有喜乐。当然，不过岑妹妹是侯爷的恩人，为侯爷落下了病根，这枚玉镯自然要赠与妹妹，护她一生平安才是。你说对吗，侯爷？一时之间，沈凌霄哑口无言，只是脸色变了又变。走出房门，沈凌霄唤住我：江锦瑟，我对你难道不够好吗？你为何要把我送给别的女人？我没有回头，思考着他对我说的话。对我好吗？若说不好，前世他一生从未内娶任何一房妾室，对我疼爱有加，也从不与我红脸。若说好，他挂着恩人的名义，将我的尊严踩在脚下，为了恩人将我的儿女舍弃，从未征求过我的意见。我回过头，没有回答他这句话，反问：那你觉得我对你可差过？他摇了摇头，斩钉截铁：不曾。既然不曾，为何要与其他女子行鱼水之欢？他的院子离书房应该很远。他顿了顿，想要解释，却又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对他做任何过分的事，这是江家骨子里刻出来的教养。江家女不共侍一夫，从来都是敢爱敢恨，爱得坦荡，走得也坦荡。当天我背着沈凌霄进了一趟皇宫，以曾经就皇后娘娘的恩情求了一道圣旨。娘娘听闻叹了口气：沈大人他为人正直，不过是犯了一次错，瑟瑟当真决定了吗？我点了点头，没有犹豫。回来后，沈凌霄并不在府中，而我也趁机收拾好包袱。当晚沈凌霄并未来我的房中，我也不曾难过，毕竟是要走的，见与不见没有任何意义。次日一早，满府喜字贴满窗棂和墙上，整个府中喜气洋洋。沈凌霄纳妾的消息也轰动了整个上京城。毕竟只为江家女守身如玉的沈凌霄一改往日深情，迎娶了旁的女人。看着时间，想必宫里的圣旨也快要到了。我顺着窗棂跳了出去，从后院小路走了出去，一跃上马。望着这再熟悉不过的府邸，我笑了笑。人总要和自己握不住的东西说再见。以后的路我好好过，你慢慢走，都别回头。圣旨到的时候，沈凌霄站在我的房门前许久，届时他并未穿上喜服。直到宣旨公公走了进来，宣读圣旨的那一刻，他浑身紧绷。这是江姑娘为侯爷求的一道圣旨，侯爷接旨吧。沈凌霄跪在地上许久不曾起来，声音有些哽咽：瑟瑟，求来的？宣旨公公声音清冷，挤出一抹假笑：没错，江姑娘念新夫人与你有恩，侯爷又与新夫人有了肌肤之亲，便亲自去宫里求了一道圣旨。侯爷，江家女不与其他女子共侍一夫这件事，可是整个上京城人人皆知的事情。江姑娘是皇后娘娘亲封的县主，又是丞相的妖女，若是她想计较，即便是侯爷执意娶妻，也不会有结果。但如今江姑娘成全侯爷，也算是对侯爷情深意重。沈凌霄红着眼眶，慢慢起身接过圣旨。待宣旨公公离开后，他踉跄地回到江锦瑟的房间，所有的东西都还在，仿佛他不曾离开一般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依旧觉得空荡荡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不见了。瞥过床榻处，那里有一封信，各有渡口，各有归舟，不见，不欠，不念。他脚步不稳，瘫坐在床榻前，信纸被一滴泪浸染，晕染了字迹。堂上，岑密始终不见沈凌霄，心底有些不安，可他知道自己如今是侯府的夫人，江锦瑟离开便不会再回来。想到这里，他连忙站起来跑了出去，走到江锦瑟的门前，门虚掩着。透过门缝，他瞧见从不过江喜怒哀乐的沈凌霄在哭。他在哭，没有犹豫，他推开门，走到了沈凌霄身旁，声音柔柔：夫君，你怎么了？听到这话，沈凌霄缓过神来，抬眸望着岑密：岑密，你我之间的事情，我会找陛下收回圣旨，你值得更好的人，我会保你一世无忧，也会为你选一个上好的夫君。至于我们算了吧，侯府的夫人只有瑟瑟一人，除了她，
我不会让任何人成为我的夫人。听到这话，岑蜜泪眸闪烁，跑到沈凌霄面前蹲下，慌乱地握着他的手。我不要嫁给别人，夫君，我们已经被陛下赐婚，你不要这样对我。我与你已经有了夫妻之实，不会有人愿意娶我的。我不在乎名分，求求你别赶我走好不好？沈凌霄想也不想收回手，岑蜜被他的力道闪倒在地。别叫我夫君，我从不是你夫君。你若不愿嫁人，我便让你一世荣华；你若有需求，我会为你找干净的小官，唯独不能娶你。岑蜜狼狈地跌坐在地，哭得梨花带雨。为什么不能？我不介意你心里有江锦瑟，但他已经不爱你了，你还在执着什么？只有我才是真的爱你，凌霄，你看看我可不可以？沈凌霄脸色阴沉地站起身，抬步离开。只是在他迈出房门的那一步，岑蜜声音嘶吼：你当真以为那晚是意外吗？是江锦瑟给了我迷情药，让我与你发生关系，他早就想离开你了，早就想了。岑蜜哭诉道：他亲自配下的药，将你送给了我，你口口声声说心里没有我，可那迷情药只有对心动者才有效，若无心动，哪怕服用再多也无济于事。沈凌霄，你敢说你不曾对我动过心？沈凌霄身子一晃，他忘记了江锦瑟医毒了得，是上京人人知晓的。原来他的瑟瑟看到了他有了杂念，所以毫不犹豫地离开了他。我并没有留在上京城，而是去往了边州寻师兄荣启。人人皆知我虽是丞相妖女，却因自小身体孱弱，拜在药王古灵玄药师门下。也正因如此，我的医术毒术皆为了得。至于上京城发生的一切，我并不知晓，也没有任何情绪。瑟瑟，这是师兄专门为你配的安胎药，你可要好好吃，莫要觉得苦。荣启把手里的药茶递给了我，声音带着宠溺。看着茶盏里不断飘出的青烟，我觉得甚是心安，笑着看着他，好，知道了。荣启待我极好，事事都依着我。只是以我对沈凌霄的了解，我还是没有留在药王谷，而是寻了一处小院落。一进一出的院落虽小，但住着安心。石墙上布满青苔，荣启知晓我喜欢梨花，便为我种下一棵梨树，上面还搭着一架秋千，供我玩乐。这段时日，我的心再也没有刚回来时的不安，心情舒畅了许多。每每天气晴朗时，我总会坐在梨树下等着荣启为我送药。他不忙时，会去集市为我寻一些小玩意，糖葫芦、九连环、新出的画本子。有他陪在身边的日子里，我竟然像个无拘无束的小孩子一样开心。有时我会打趣他：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再不找个美娇娘成亲，时间久了可就没人要了。只是他每次听到后都莞尔一笑，轻轻地点着我的额头，那些哭哭啼啼的小娇娘我才不稀罕。没人要咱俩就搭伙过一辈子，还白得一个儿子，岂不更好？明明是打趣的话，我却还是不自觉地顿了顿，随即扑哧笑出了声。师傅若知你如此顽皮，定会将你打得屁股开花。他脸色红润，嘟囔着：这都多久的事了，亏你还记得这般清楚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我笑而不语，抚摸着小腹，微微闭上了眼。3个月后，我的小腹开始显怀，有些东西吃不下，消瘦了许多。荣启见状，每日为我施针来缓解我的不适。我的嘴也很挑，如前世那般喜爱酸，可边州不如上京什么都有。前世我喜酸，沈凌霄会为我寻来很多酸果子，也会为我寻一名厨子，特意做我喜爱的食物。就在我再一次有孕反应时，面前多了一道酸梅汤和梅子。我诧异的抬眸，荣启挑了挑眉：吃吧。垂眸看着酸梅汤，我并不是很诧异，只是这梅子极为难得，边州并没有。这梅子你从哪里寻来的？还如此新鲜？他轻咳一声，摆了摆手，不过是同一位故友偶然谈话，得知他在做这个，我便讨要了一些。好了，不要再问了，趁着新鲜快吃吧。我点了点头，偷偷瞥了一眼荣启。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手腕处，袖口隐隐约约露着一丝丝血迹。一连几日都有新鲜的梅子，直到这日他再一次送完药离开，我跟了上去。他瘦弱的身体走到了一座山上，随即一步一步爬了上去，
再回来时，他的身后背着一个篓子，里面是每日的梅子。只是上山容易下山难，悬崖峭壁只要踩错一步便会坠入悬崖。每一次看到他险些坠落，我的心跟着一颤。他的手臂也被坚石磨破了皮，渗出了血迹。我心间一颤，眼中莫名的被雾气晕染。看着他安然无事地爬了下来，我转身离开。当晚，他如同前几日那般递给我梅子的时候，脸上一如既往带着笑意。只是这一次，我吃着梅子不仅觉得酸，还有些苦，有些咸。瑟瑟，你怎么了？哭什么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了？荣启脸色有些紧张，下意识拽过我的手臂为我把脉。我抬起手摸了摸脸颊，原来是泪，怪不得觉得有些咸。看他如此紧张，我摇了摇头，声音带着一丝哭腔：不是，只是有些苦。他一顿，垂眸看着面前的梅子，喃喃道：苦。抓起一颗放在口中，瞬间脸色有些扭曲。这不苦啊。瞧见他如此，我抽了抽鼻子。我说苦就是苦，师兄，我不喜欢吃梅子了，明天不要了。他慢慢起身，替我拭去了脸上的泪。好，多依你。瞧着他，我声音有些沙哑。谢谢你，荣启。那日过后，荣启没有再为了我去铤而走险寻梅子，反倒是亲自为我做了各种各样的吃食，味道还不错。一晃又过了3个多月，我即将临产。只是我没有慌乱，荣启倒是有些焦虑，他每日看医生，生怕我有一丝闪失。不仅如此，他住在了我的隔壁，就怕我突然生产身旁没人。为了缓解他心里的焦虑，我张罗要同他一起去散散心。他一脸严肃不同意，说是怕我中途生产。不得已，我撒娇着，我自从来到这里就没出去过，这边州好吃好玩的我都没有尝试过，再待下去我都要发霉了。师兄行行好，就带我去一次吧。他拗不过我，最终带我去逛了集市。不得不说，边州虽不如上京城，但也有各种特色，尤其是说书的很有意思。我同荣启坐在一旁听着说书先生讲故事，却未想到他说反了沈凌霄。这镇南侯为了取消与恩人的婚约，与陛下做了交易，6个月内夺下敌军12座城池便可取消。要说这镇南侯的名声可不是白封的，当真拿下敌军12座城池，只不过身受重伤，昏迷1月未醒。不得不说，这镇南侯对江家女当真是情深意重啊。听到这消息，我顿了顿，怪不得这段时间沈凌霄没有来打扰我，原来出征身受重伤昏迷。见我如此，荣启脸色有些暗淡，许久吐出一句：后悔了。后悔吗？并不曾，只是觉得有些诧异罢了。前世他为了岑蜜可以舍弃一双儿女，如今却执意不娶她，有些诧异。我笑着嗑着瓜子，摇了摇头。不后悔，现在的生活我很喜欢。他没有说话，眸子微动，笑了笑，将包好的瓜子递给我。回去的路上，荣启站在我身侧，眸光似有似无地瞥向我。我扶着肚子看着他，牵了牵嘴角。师兄如此看我，莫非我脸上有脏东西？他顿了顿，摇了摇头。我望向前方，人群熙熙攘攘，车马来往，叫卖不断，卖艺耍杂技，一点都不比上京城差。瑟瑟，我侧头凝望着他，他眼神微动，声音是难得的认真。他说：你有没有想过给这个孩子找一个父亲？我错愕一瞬，却没来得及回复他的话，便半弓起腰。荣启快速扶住我，眼中带着毫不掩饰的担忧。怎么啦？是不是要生了？我虚弱地点点头。疼，撕心裂肺的疼。一股眩晕感袭来，荣启一把将我抱起，飞快地离开。我醒来的时候，荣启不在，旁边是一个年纪稍大的妇人。见到我的时候，她有些惊喜，笑着看向我。小娘子，你可算是醒了。我勉强挤出一抹笑意，小腹平坦让我有些慌乱。瞧见我的神情，妇人笑了笑。不用担心，生了一个女娃娃，你相公此刻正在那边喂女娃，我去帮你叫她。我顿了顿，一句相公让我有些尴尬，想要解释却没有来得及。妇人离开了。片刻后，荣启连忙抱着孩子跑到我身边，脸上满是担忧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哪里不舒服？
他上下打量着我，眼中满是认真。瞧着他，我想到他今日说的那句话，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没事，师兄。听到我唤师兄，他眸色暗了暗，却只是一刹那。看，这是你的孩子，还没有给他起名字。盯着面前的孩子，我红了眼眶。前世，我的念安一生都不得自由。还好，这一世他又来到了我的身边。我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，声音极为轻柔，那便唤他慈忧吧。辞却千般虑，忧消万事宁。只愿他这一生远离烦忧，不为琐事烦扰，在未来的人生中活得自在从容。荣启点了点头，将慈忧放在我身旁，起身离开。见他抬步，我唤住了他。回过头，我握了握手心。师兄，你该找个妻子了。那天过后，我同荣启几日没有说话，并不是我不说，而是他心中有气，因为我让他找个姑娘。这么久，就算再不懂得情爱的愚人也能看懂他的意思。可我明白，我无法给他回应，也配不上。可纵然他不理我，却对慈忧甚好。每一次慈忧高热生病，他会担心的不得了。慈忧笑的时候，他也会跟着笑。无事便会抱着慈忧在院子中走来走去，也会亲手为慈忧做宝衣。隔壁邻居见状说他是个好相公，他笑而不语，我却能看得出他眉眼弯弯，心里开心的不得了。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持续下去的时候，沈凌霄来了。再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还是有些诧异。听闻他身受重伤，如今看来并非是假，脸上带着一道伤疤，也比我离开那时消瘦了许多，整个人看上去不再是那个威风凛凛的沈侯爷。瑟瑟，他瞧见我时，眼眶泛着湿润，声音也有些哽咽。我没有娶她，是我的错，我全部都想起来了。跟我回去，好吗？我长出一口气，他的到来我没有很诧异，只是没想到他刚刚伤好便来寻我。我垂下眼眸，摇了摇头。见此，他上前一步，声音有些焦急。为何不好？我们前世明明白头偕老一辈子，为何今生不能？你在怪我对吗？可我真的对他没有其他想法，只是恩情而已，为什么你就不能理解我呢？话落，他上前要握住我的手，却被走过来的荣启挡开。荣启拽过我，将我揽在身边。这一幕显然刺激到了沈凌霄，他蹙了蹙眉，语气中带着深深的怒斥。放开他！荣启勾唇，揽住我的手更加用力些，声音不卑不亢。我和我的娘子恩爱，与你何干？听到这句话，沈凌霄满脸错愕，他撇过头看着我，声音有些沙哑。瑟瑟，他是骗我的，对吗？听话，你过来，来到我身边。见我不为所动，他心中怒意更盛。你知道我的性子，今日我必须带你走。话落，他的身后出现了几道人影，将我和荣启团团围住。我叹了口气，撇头看着荣启。师兄，你别管我。见我这么说，他脸上闪过一丝不悦，声音低沉。江锦瑟，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，唯独这个我不能。你若不愿意同我在一起，我不强求，我们就像从前那般就好。但这件事情，无论是作为你的师兄还是你的爱慕者，我都不会把你推出去。我慢慢闭上眼，在睁眼时看向沈凌霄，语气极为平静。你带我走又如何？我的心早已不在你身上，就算我跟你回去，你也不过是得到了一个躯壳而已。沈凌霄，你我之间并非是一个岑蜜而弄得如今这般，是你的不坚定才落得如今这般，更是因为我那可怜的念安、旭儿和婉仪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们本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，却因为你的恩情替你背负了一生，没有自由，命丧黄泉。我并不怀疑你对我的好是假，但你的好不是只给我一人。前世的你纵然得了有情有义的名声又如何？作为人妇人夫，你却是失败的。他嘴唇发颤，摇了摇头，小心翼翼地上前，想要拉住我的手，却被我躲闪开。瑟瑟，我知道你在怪我，可我真的不是不爱他们，我只是……说到这里，他停住了，因为他也不清楚自己心里的想法。微微细雨慢慢落下，掉落在他的脸颊，不知是雨水还是泪珠，只是显得他如今很是狼狈。一声啼哭，
将院中人惊住。我头也没回地冲进了房间，慈优被我抱在怀里笑了笑，再次安稳地沉睡。他是谁？沈凌霄一步步走到慈优面前，眼眸猩红。我的念安。沈凌霄用荣启的命来威胁我，执意要带走我和慈优。我笑了笑，看着面前的慈优和荣启，抬手将头上的发簪摘下抵在脖颈，声音不卑不亢。我知道我打不过你，但你若今天伤他性命，执意要带我们走，那便是我的尸体。沈凌霄，你我之前的不过是前尘往事而已，今生你我的缘已尽，纵然你威胁也无用。发簪刺进我的皮肤，隐隐渗出血迹。荣启和沈凌霄惊呼一声，我只是笑了笑。沈凌霄，你若是个男人，就别用这种下作的方式来威逼瑟瑟，他是个有血肉的人，不是你的东西物件。你这个样子只会让我更加瞧不起你，也会坐实瑟瑟离开你的选择是对的。有你这样的丈夫和父亲，是瑟瑟和慈优一生的耻辱。沈凌霄脸色暗淡，握着匕首的手青筋突起。慈优被惊醒，在一旁哭得撕心裂肺。许久，他扔掉手中的匕首，苦涩一笑：你真的不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你知道我离开了就不会再回来了。我眼神坚定，没有回答。他轻叹一声，抱着慈优看了又看，最后将怀中的平安符拿了出来，放在了慈优的宝衣中。那个平安符是我曾为他求来的。辞却千般虑，幽宵万事宁，你娘给你取的名字真好听。很快，他将慈优送到我面前，带着几个人离开，不曾有一刻停留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我轻叹一声，扔掉手中的发簪。下一瞬，慈优被荣启抱了过来，而我被他一把揽入怀中，我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心跳比平时快了很多。他声音有些哽咽：江锦瑟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道我不会有事儿的，为什么还要伤害自己来威胁他？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：因为从前都是你在保护我啊，这一次我想保护你一次，虽然用的办法很蠢，但至少是有用的。那日过后，如沈凌霄说的那般，没有再来找过我。听闻他自请远去边关，此生不再归来。而我和荣启如从前那般过着自己的生活。他会为我做喜爱的食物，会带着我和慈优逛集市。冬日冷了，会为我们做冰糖葫芦、看灯会、猜灯谜；过于寒冷时，会关在屋子里为我们讲有趣的话本。夏日带竹林倚风，炎夏听雨，乘舟赏荷，树下听蝉好不自在。又是一年的岁旦，慈优已经3岁。这么多年，沈凌霄会将边关寻来的有趣玩物派人送来，却什么都没有说。年年如此，我也不曾拒绝。我明白慈优有长大的那一天，也会问起我他的父亲是谁。我从没想过剥夺他知道父亲的权利，一切都等到他长大后自己决定。我如今该做的，便是好好守着他。冷风吹过，天空飘起雪花。荣启笑着将年红灯笼拿了过来，红红火火，看着极为喜庆。慈优见到开心的蹦蹦跳跳，在他的脸上亲了又亲，一口一个世伯唤着，把荣启叫的脸上笑意藏不住。夜深，慈优睡着后，我同荣启坐在外面的屋檐下守岁。一年又一年，如今我已到了而立之年。雪花飘落在我的眉眼上，荣启小心翼翼地为我拂去。望着天边的月亮，我笑了笑。我没有再说让他娶妻的事情，因为我明白他不会，但我也没有和他在一起。我怕有一天他会遇到心仪的姑娘，却因为我而让姑娘心有隔阂。烟花绽放，我们望着天空，不约而同地笑了笑。他声音柔说：岁岁年年，共欢同乐。我笑着应了一声。沈凌霄番外，边关。沈凌霄坐在城墙上，手中拿着酒，雪花飘落在他的肩头。他牵了牵嘴角：慈默尔尔，烟火年年，朝朝暮暮，岁岁平安。江锦瑟。荣启番外。荣启坐在墓碑前，他的头发布满银丝，脸上也布满了皱纹。墓碑上刻着亡妻江锦瑟之墓，身旁的是亡夫荣启之墓。江锦瑟活到了80岁，在最后一年的岁旦后而亡。而这一生，他没有娶，他也没有再嫁。荣启轻轻摸了摸墓碑上江锦瑟的字，笑了笑：瑟瑟，
别怪我，我喜你一生，听了你一辈子的话，但这一次我不能答应你。如果有下辈子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别害怕，我来陪你。雪花飘落，容启端起墓碑前的酒一饮而尽，面带笑意地沉睡在墓碑前。江慈幽番外，师伯爱了娘一生，在他殉情后，我为他们埋葬。看到他衣衫中藏有一封信，他说：若是前生未有缘，待重结，来生愿。我想，他们会再次相见，也会相伴，下一次一定圆满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